真正引爆我们亚洲金融海啸的，不是韩国的股灾，也不是日元的崩盘，因为现在有一个国家，它的 GDP 不但超越了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就是它不但比这些国家还要赚钱，而且它的人口呢，比这些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而现在这个国家呢，不仅股灾了，汇率呢也崩盘了，甚至说它的整个经济都已经被彻底的挖空了。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一直以来，美国人只需要去印钱，就可以买走全世界做出来的东西，而全世界赚到美元之后呢，又会拿去买美债，所以这个钱花了出去之后呢，最后又会回到美国人的手上，形成了一个循环，他就可以一直去印钱，一直去借钱来花钱，买走全世界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把这些又脏又累的工作让其他国家替他去做，而全世界里面中国赚的美元就是最多的，同时在2018年之前也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替美国人打工了，但同时呢也掐着美国人的脖子。也因为这样，2018年的时候，美国不但对中国搞起了贸易战，而且还扶持了一个国家，告诉全世界他们要把这个国家设计成可以取代中国的打工仔。因为这个国家不但人口比中国还要多，薪水比中国还便宜，而且他们的老百姓懂得英文还比较多。也因为这样，苹果直接把它的工厂搬到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就瞬间成为了全世界第4大的经济体。整个亚洲现在除了中国之外，它就是最赚钱了。它呢就是今天的主角，印度啊，也是这一场亚洲金融海啸最大的炸弹。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先把一个国家吹成神话，让全世界的钱涌了进去，然后等你被养肥了之后呢，就在你最肥的时候一刀捅下去，等你流血快死了，我再过来救你，但是你家的东西呢都要得归我了。这就是97年亚洲金融海啸，当年的泰国就被誉为亚洲4小龙，遍地黄金。美国的资本家呢也一直在那边买股票买房子，到处借钱给你泰国人去花，把泰国呢养得很肥，然后呢就一刀捅了进去，直接做空了你家的汇率，再做空你的股市啊！你为了去守护你的汇率，你就只能把你手上的美元都拿出来去接盘那些被抛售的泰铢嘛。结果你手上的美元呢就这样被烧完了，没钱了，你欠的债呢也还不起了，股市就崩盘了，房价也崩盘，银行也倒了，钱呢也逃走了，几百万人一夜之间就没了工作。最后呢，你泰国就只能求救，去开放你的市场，去解开你外汇的管制。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你自己家的大门给拆了，让美国的资本家拿着暴涨的美元进来，随便去抄底你这些贱卖的泰国资产。而我讲了那么多呢，其实我对什么泰国或者是印度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我不会过去那边住，也不会去投资那边的资产。所以如果这一次只是印度的家事，那其实跟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你会发现现在发生在印度身上的剧本跟当年的泰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当时泰国一个国家崩盘了之后呢，我们整个亚洲也会像被海啸经过的房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也就是说，这一次印度的崩盘，我们的钱也都可能会跟着被洗劫走。所以我们看这几年印度的经济是不是跟当年的泰国一样，都被吹成了神话呢？他都说要取代中国了，美国的资本家就像疯了一样，把钱往印度去搬，让印度的股市成为了全世界第6大的股市。那这猎物养的肥不肥呢？而养肥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印度欠的外债其实已经超过了7600亿美元，他欠的这笔钱比他手上拿着的美元存款还要多也就是说，他手上的钱根本就填不上他欠的钱，而且他欠的钱有超过一半都是美元了。也就是说，当印度他要还钱的时候，如果印度的货币也就是卢比贬值了，美元升值了，那么他欠的美元债就会更重了。所以当你去看印度卢比汇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货币呢，它就没有怎么升值过，一直就被做空，一年比一年不值钱。就是今年才过了一半，这个印度卢比呢又跌了 7% 了，也就是印度它欠的美元债又升值了 7% 了。而且呢，印度它 90% 的石油都是靠进口买回来的。当这个印度卢比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
以前100块买的石油呢，现在就要花130块，而且美伊战争，油价呢，它还翻了1倍。印度为了去买石油呢，就不得不拼命的把自己手上的美元花出去。短短10周的时间，印度手上的美元存款就直接烧掉了将近400亿，这比当年泰国烧的更快更猛啊！而这个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开始在股市最高位获利离场，今年只用了5个月，就把去年一整年流进去的钱都撤走了。外国资本持股的比例创下了14年的新低，股市崩的比韩国更惨。就是你会发现啊，就现在印度的样子跟97年的泰国像到你会觉得有人在抄作业。泰国当年手上的存款烧光了，欠了一屁股债，而印度现在欠的债直接比当年的泰国还要多啊，存款比当年的泰国还要少啊。一模一样的套路和剧本，只是换了主角，但这也不是最恐怖的。当年的泰国呢，也只是被一个金融巨鳄做空，而现在的印度呢，不仅被外资做空了，被美元做空了，被油价做空了，它还被 AI 做空了。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是，这一场亚洲金融海啸全面爆发之前，我们又是怎么布局的呢？如果你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跨越阶层的话，你第一件事情要投资的不是房子，不是股票，而是你的脑袋。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你就可以跟我们的思想连接起来了。而如果你想让这部影片成为你的个人资产，你可以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你就可以随时无限的找回来去看了。很多人说啊，日本跟美国有债务危机，尤其是日本啊，他欠的钱是他赚的钱的2倍多。但问题来了，日本的债是欠谁的呢？大部分都是日本央行、日本养老金、日本保险金借给他的，也就是说，他欠的其实是自己家的钱。就跟你跟你爸借钱一样的啊，你借的再多，就算还不上，只要你爸不弄你，你也没事，对吧？就是日本政府如果真的还不上钱了，日本的央行呢，还是可以去印钱，然后借钱给日本政府还钱给自己的。那印度不是啊，他欠的不是自己家的钱啊，他欠的是美国资本家的钱啊，他不能自己印美元给自己还债啊，就好像你跟外面的赌场借钱一样啊，如果你还不上钱，你就要把你的手放在桌子上面了。所以这个世界债务危机最大的根本就不是美国和日本，而是印度啊，他欠了7628亿美元的外债，而他自己手上能用的外汇存款就只剩下5880亿美元左右。所以他其实早就跟97年的泰国一样，已经资不抵债了。而如果他只是欠债，只要能赚到钱，你还是能慢慢的去还钱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印度唯一赚钱的方法呢，都被断了。什么意思呢？印度最赚钱的方法不是像中国那样去盖工厂、去做手机、造高铁，而是帮美国的资本家去写程式。比如说美国的华尔街啊、保险公司、科技公司，每天都要处理无数个繁杂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很麻烦，但同时也很琐碎。美国人自己去做呢，薪水就太贵了。而请一个美国的工程师呢，年薪都要15万美元起跳啊！你还要给他福利、假期，还要给他租办公室。但是印度的工程师呢，每年才1-2万美元，甚至还不用那么多。所以美国的资本家就把这些工作全部外包给印度人，而印度人呢，就去加班熬夜赚这个差价。简单来说呢，印度它卖的不是技术，也不是产品，它卖的是人头啊！谁便宜呢，谁就有订单。美国的资本家要100个人头，你印度的公司就要派100个人，按人头收费，按小时收费，就这么简单嘛。所以过去这些年，是谁让印度成为了第4大的经济体呢？是谁教会印度人去写程序、写软体呢？是谁让印度人以为自己会一直有工作呢？就是美国的资本家嘛。那么这样美国人呢，他就省钱了，印度人呢也赚钱了，这不是双赢的生意吗？我笑了。各位，日元的崩盘，韩国的股灾，甚至台积电它要搬到美国啊，你可能会觉得，因为他们都有美国资本家想要的东西，比如说 AI 的技术、原材料、晶片，对吧？但 AI 之所以值钱，之所以有机会可以取代人类，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无数的数据还有训练啊。而这些美国人，他们想要单靠自己，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们一个人头的薪水太贵了，成本太高了，人头也不够多啊。所以各位，美国资本家把自己的 IT 工作外包给印度人，真的只是为了节省成本吗？
让印度人去替他们赚钱吗？他们只是想要借印度人的手来去替自己训练 AI 而已啊。当印度人在写这个程序码，再去修一个 bug 的时候，都会被美国的资本家拿去喂 AI， 然后 AI 就学会了一个案例，学会了一套测试的方法，学会了一套解决方案，最后 AI 呢就会把印度人所有的本事全部学走，然后学的比印度人更快、更好、更便宜。也就是说，印度人他每天去加班熬夜写程序，以为自己是在工作，是在累积经验，是在为自己赚钱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只是在教会 AI 怎么去完全取代自己。而现在呢，当 AI 已经被训练好起来了之后呢，你觉得美国的资本家他还会需要印度人吗？现在一个 AI 的工具每个月就几十块美金，就可以完成一个月薪1-2千印度工程师的工作，那你觉得美国资本家会怎么选呢？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美国的资本家就开始把原来外包给印度的工作收回来，让 AI 去做。美国给印度的订单呢就开始减少了，印度呢就直接爆发了裁员潮、失业潮，几百万个工程师呢失业了，几百万个家庭呢断了收入了。而这呢也只是第一刀，把你的工作收回来了，只是断了你的收入嘛。但把 AI 这个工具再卖回去给你印度的公司呢，却是让你把你赚的钱都要交出来啊！你知道这第二刀有多狠吗？印度最大的那些 IT 公司，他为了去降低成本，为了去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买美国的 AI 工具，用 AI 去取代自己的员工，而这些钱呢，其实就会进入到美国 AI 公司的口袋里面。再简单来说呢，就美国的资本家，他买了你印度的人头，把你印度养肥了，同时让你去替他们训练 AI。当 AI 训练好了之后，就直接断了你的收入，还让你反过来替他们的 AI 付钱买单。然后呢，再捅第三刀，去做空你的汇率和股市。你印度的 IT 不是撑起了1/4的出口，让你印度成为了全世界第6大的股市吗？就是你现在赚了很多钱，对吧？那就太棒了。你越赚钱了，你的股市就越涨，就代表你越肥。别忘了，我们资本家都是在你还没有起来，也就是在你的股市最低点的时候进来去投资你的，而现在早就已经翻了无数倍了。而现在呢，当你印度的大妈都开始去买股票，在那边庆祝股市创新高的时候，我们美国的资本早就已经偷偷的出货。今年外资持股的比例降到了 14.7%， 创了14年的新低。而印度的股市就直接蒸发了将近5000亿美元，然后你的汇率也就跟着一起崩了。因为当我们把股票给卖了，拿到的钱呢就是你印度的卢比嘛。而当我们把卢比换成是美元带走的时候，你印度卢比的汇率也会跟着一起暴跌了。同时，当我们把 AI 这只怪兽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一次我们在美国开 AI 发布会的时候，就会让你印度的股市和汇率跌得更惨。这套玩法呢，你刚进来可能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看我韩国的那部影片。所以现在韩国、日本、欧洲和印度都已经出事了，就是你都看到了这一切了。那我们自己是怎么去布局的呢？很多人说邵医生你一直在喊空股市，对吧？因为每一次金融危机，股市都可以跌个1半以上，那很多人冲了进去，然后就被埋了。所以在这些人的认知里面，金融海啸来了就不能买股票。然后呢，就给我按了一个股市会暴跌的罪名，我笑了。首先，金融危机或者是泡沫爆破之前呢，就是最应该去买股票的时候，因为股市就是在牛市涨得最快最猛的时候，所以不是不能买。大部分人买了亏钱了，是因为他们买了就放着，他们长期拿着持有，涨的时候不卖，跌的时候卖不卖都于事无补。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计划，也没有一个离场的机制，而且呢还去加杠杆的买。像韩国人一样啊，赚到了钱就眼红了，他们只是想要赚一笔大钱、快钱，但没有想过怎么长期源源不绝的去赚这笔钱，然后一个浪过来了就淹死了。那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可能就会问，那既然你那套方法这么赚钱，你能不能先教我，等我赚到钱之后再付你学费呢？其实是 OK 的，只要你报名了我的投资改命培训营啊，你先来上课，我先把这一套系统的思维教给你。那这堂课我会告诉你3件事情。第一呢，是怎么判断现在这个市场，你到底是该进场还是观望？你不是在猜，你是用一套系统去判断的。第二，怎么去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你不是害怕，而是知道该怎么去做啊？你不是在恐慌，你是在执行一套计划。
第三呢，是怎么让自己从被收割的人变成站对边的人啊？你不是在赌运气，你是在用逻辑去赚钱。那这个培训营，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完全不会收你一分钱。也就是说，你可以先看、先听、先感受。如果你觉得有用，你赚到的将会是一套可以让你用一辈子的思维方式。而如果你觉得没用啊，你关掉就 OK 了。也就是说，你最大的损失呢，只是一点时间。而报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在下面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而预告一下，我们以后所有的课程呢，都将会收费，并且我的内容已经制作好了。也就是说，这个免费的培训营，再过1个多礼拜，你就再也看不到了。那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就冲了进去，提前去买黄金，因为乱世黄金嘛，等到真的金融海啸，黄金就会暴涨，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对吧？结果你去看97年亚洲金融海啸、2000年互联网股灾、08年金融危机，甚至是20年疫情崩盘，黄金都是暴跌的。为什么？因为黄金最大的买家不是你跟我啊，而是国家啊。当金融危机一个国家它缺钱、缺美元的时候，它能够快速卖掉变现金的，不是土地，不是股票，不是石油，而是手上的黄金或者是美债。所以97年亚洲金融海啸，泰国、韩国、印尼这些国家，他们的外汇存底都烧光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卖黄金换美元嘛。08年金融危机，美国自己都出事了，那全世界的央行都一起抛黄金去换钱，金价也是暴跌了。2020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市场很恐慌，黄金也是一样跟着股票一起崩的。为什么呢？因为连避险基金他们都在卖黄金，所有人都缺现金啊。所以我们不是不买黄金，我们前2年甚至把美股都卖了，换成黄金。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黄金的牛市。但是黄金牛市的时候呢，不代表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句话你细品啊。我想说的是，连黄金这种所谓的避险资产，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都可以暴跌的话，我们现在布局的就不是避险资产，而是流动性高的资产。各位，巴菲特他这几年一直在卖股票，那他买了什么呢？很多人说是现金，是美元，其实都不是，他买的是美债。严格来说呢，不是美债，是现金资产。什么意思呢？美债它有长期的美债，还有短期的美债。长期的美债就是你买了之后10年、20年、30年之后，美国政府才把钱还给你。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你的钱就等同于被冻结了啊！你想要换成钱，你就只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也就是长期美债它的价格呢，它是会涨，也是会跌的。在过去金融危机的时候呢，长期美债的价格有的时候会涨，有的时候会跌，因为缺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也会抛售这个长期美债换成现金。现在呢，也是最好的例子。所以长期美债从20年疫情之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熊市。最近无论是美国、英国、日本、欧洲，他们的长债都是全部一起暴跌的。那西爷你有兴趣的可以留言告诉我去做一期影片。那么巴菲特他买的是什么呢？他买的就不是长期美债，而是短期美债。他手上的美债和现金已经破了3974亿美元，里面有3390亿美元都是短期美债。而这3390亿美元里面，99%以上都是买了3到6个月到期的美债。你没看错，是99%以上。因为短期美债呢，就是美国政府问你借钱，最多1年呢就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了。那么刚才就说过，长期美债它现在是卖不出去，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它想要跟我们去借10年、30年的钱，没有人借给他，所以他就只能问我们借1个月、3个月、6个月的钱。因为时间很短，价格的涨跌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你急着用钱的时候，你想要卖掉，它不会像长期美债那样，你还要去担心价格会跌了多少，所以它流动性是最高的。你急着想要拿钱，你就拿钱；你不想拿钱呢，几个月后你就收利息。而现在短期美债利息有多少呢？3到6个月的短期美债年利率已经有 3.7% 到 4.3% 左右了。所以比如说我自己现在有超过1半的钱都是布局在短期美债上面，到期了，如果金融危机没有发生，那我就连本带利的拿钱走，然后呢拿着钱再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布局，没有的话就继续买。而如果中途爆发了金融危机，我就可以瞬间的套现，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布局那些暴跌的资产。也因为这么安全了，巴菲特他连3、4千亿都敢放进去了。
那我自己也是敢把超过一半的钱放进去的。但你不要误会啊，我没有代言这个短期美债，也不是给你什么投资的建议，你买不买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赚你钱的，我只是分享我自己个人的布局。因为现在无论是美股、黄金或者是比特币都没有出现大牛市，也就是赚钱相对是困难了。那我们是可以去打游击战，看到机会赚完钱就跑。但是一只股票1000万，我可能只会去买100万，剩下大部分的钱我自己是短期美债为主。因为我现在布局的不是避险资产，而是流动性资产。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流动性就开始不足了，所以我希望你思考的是，如果明天金融海啸真的来了，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的钱在哪里呢？你是在房子里面，在股票里面，还是在黄金里面，还是在短期美债里面呢？这些问题你必须要现在就开始想了。也欢迎你留言跟我疯狂的、理性的、有证据的去讨论。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我们教学跟福利下架之前，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推理一样呢？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